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最宏大的国家叙事其实就藏在一片小小的田地里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墨西哥和中国两个国家都搞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，但结果呢，简直是天差别别。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咱们一起来看。好，咱们就把这两个故事并排放在一起，墨西哥对中国两次改革，两段完全不同的传奇。你看，一边是墨西哥，他们实现了相当和平的转型，但代价是国家的公共财政停滞不前了。另一边呢是中国，实现了我们都知道的爆炸式增长，但这背后又伴随着大量的社会矛盾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取舍就很明显了，对吧？一边是稳定但缺乏后劲，另一边是飞速发展但冲突不断。所以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，对吧？为什么土地改革这么一个听起来差不多的政策，最后却让两个国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？要解开这个谜，咱们得先了解一个非常厉害但又有点隐蔽的经济学概念。整个谜题的答案其实就藏在一份隐藏的奖赏里。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，就锁在土地本身之中，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它的存在。这份宝藏有个名字，叫转型租金。听起来有点学术，但意思其实特别简单。你想你把一块农村的耕地用途一改，变成了盖工厂或者开发新区域的地，那这块地的价值可不是涨一点点，而是暴涨。那么关键问题来了，这笔巨额的增值财富到底进谁的口袋了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。而且我们说的可不是小数目，土地的价值可能会翻个100倍，甚至更多。你想象一下，这已经不只是钱呢，这简直是一股可以建起一座城市，支撑整个政府财政，甚至重塑一个国家的自然力量。所以墨西哥和中国他们是怎么处理这笔天降横财的呢？好，咱们先从墨西哥说起。他们的故事是关于一笔归了私人的横财，以及它所造成的公共财政的巨大缺口。墨西哥的土改就像一出两幕剧，第一幕从1917年一直演到90年代，当时的执政党革命制度党 PRI 搞了一个叫埃西多的公社制度，简单说就是农民分到了地，但没有完整的产权。这对 PRI 来说很管用，帮他们稳稳地执政了70年，但对经济来说就是一场灾难，农业发展完全停滞了。然后第二幕来了，90年代开始，为了适应新的贸易协定，政府彻底改弦更张，给了农民完整的私有的土地产权。这第二次改革的效果怎么样呢？可以说是立竿见影。咱们看数据，从1980年到2011年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飙升了45%，直接把制造业甩在了身后，服务业甚至还是负增长。这很清楚地证明了给农民真正的所有权确实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。好了，关键的权衡也就在这里。好处是墨西哥的经济效率大大提升了，农民一下子就自由了，可以搬迁，可以卖地，也可以租出去。但代价呢？首先，执政了70年的 PRI 党下台了。可能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刚才说的那笔巨额的转型租金，直接流进了私人地主的腰包。国家呢，就错过了这笔本可以用来投资公共事业，比如修路、建学校的巨额资金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，看看他们完全不同的做法。中国的故事是一场由公共财政驱动的繁荣，但它也带来了农民阶层的不安。那么中国的土地制度呢？怎么说呢？有点复杂，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。你看，农户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，他们持有农田，但关键点在于，真正有权利把这些农地变成城市用地的是乡镇或者县级政府。所以，农民有的是土地的使用权，但没有最终的决定权。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。这种国家主导模式的后果同样是影响深远的。首先，地方政府把所有的转型租金都收归囊中，然后用这笔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去搞基建和工业化，这就催生了一种很独特的城市化模式，也就是工厂向农村地区转移，而不是所有劳动力都涌入大城市。但是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但是，代价是巨大的。
农民的土地常常在补偿很低的情况下被征用，导致社会冲突急剧增加。而且现在整个模式都面临着可持续性的危机。为什么？因为耕地越来越少，已经快要触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红线了。你知道吗？启发了我们这次讨论的这份研究报告，它的作者用一张表格就把这两种模式的利弊得失整理得非常到位。你看这张表一目了然。看墨西哥这边，他们承担了政治风险，换来了一定的经济增长。但你注意到公共收入那一栏了吗？是空的。再看中国这边，地方政府确实捕获了租金，但伴随而来的是剧烈的社会冲突和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。所有关键信息都在这儿了。所以看到这里，我们大概都明白了，没有哪个国家找到了完美的答案，对吧？两国现在都面临着各自悬而未决的难题和非常艰难的未来抉择。对墨西哥来说，未来的问题非常棘手。既然财富已经私有化了，他们要怎么在不违背私有产权承诺的前提下，为公共事业，比如学校、医院、基础设施来筹集资金呢？而中国的困境同样严峻，只是角度正好相反。他们要如何赋予农民更稳固的土地权利，来化解这些社会矛盾，同时又避免引发像墨西哥那样的政治巨变？这可真是走钢丝。说到底，这一切都回到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观点上：一场围绕农民田地的争夺，足以定义一个国家的未来。这句话真的让人回味无穷，不是吗？它提醒我们，一项看似微观、只关乎一小块土地的政策，它的影响却能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，最终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宏观命运。